意大利很多人对它的印象估计就是足球。作为欧洲4大经济体之一，意大利经济好，福利高。然而现在呢，经济发展停滞不前，失业率飙升，更是盛产啃老族。有人为了能继续啃老，还去状告父母，把国民都给养懒了。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？今天球哥就带大家来了解了解。意大利位于欧洲南部，国土面积约为30万平方公里，人口约5885万人。作为一个发达国家，意大利的人均 GDP 高达 3.4 万美元，约24万人民币，平均月收入也能到手约2000欧。而且人家贫富差距不大，拿钱多的把税一交也基本差不太多。于是很多意大利人干脆的躺平生活，不像我们早9晚6甚至007。意大利人开门做生意，除了节假日不开门，平时呢基本上是3天打鱼2天晒网。早上10点上班，午休休息3个小时，下午8点下班，到点就走人。上起班来也是松松懒懒的。按理说2天就能干完的活，他老人家非得干半个月，一下班直接查无此人。打电话一问，正搁酒吧喝酒呢，工作是做不了一点，要他们加班简直比登天都要难。在这个国家生活呢，没点耐心是真活不下去。最让人羡慕的是，他们一年的假期还特别多，双休、周末、各种法定节假日等等，就等着他们爽。关键是假期期间呢，工资照发，稍微攒点钱，直接就能去东南亚消他好一阵了。这种工作轻松、生活惬意的国家是多少人羡慕不了的。但真实情况可能不像你想象中的那样。经济发达、社会福利好的意大利，按理说应该是衣食无忧才对，但它居然盛行啃老族，你敢信吗？甚至呢，它就是啃老的源头。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？早在几年前，曾有几个30岁的意大利男人，因为自己的工资养活不了自己，伸手向父母要钱，但父母不给，这人就直接把父母给告了。这人恬不知耻地表示，我养不活自己，你们作为父母，我要点钱怎么了？当地法院还觉得有点道理啊，于是就判父母每月给男人300欧。这父母呢，其实也就是靠着存款和养老金勉强过活，钱不算多，于是就去申诉，但结果就是把300欧变成200欧。这父母就不服了，多次上诉，直到5年后，最高法院才判决父母不必出这笔钱。事实上，啃老的现象在意大利不少见。那为啥会有这么多啃老族呢？首先我们知道，意大利虽然是欧洲4大经济体之一，但实际上从21世纪开始，它的经济就开始发展的缓慢，经济水平在全欧洲倒数，一度被称为欧猪。低迷的经济使得国家的失业率不断飙升，年轻人大量的失业，最严重的时候，意大利的失业率甚至高达40%。国民没有工作，国家的经济发展自然无从说起，最终造成恶性循环。除此之外，意大利的社会福利也是造成失业率高的原因之一。要知道，为了维持社会福利，可是要花上一大笔钱的。当国家钱都赚不到，那钱哪来呢？简单，那就去借。如今，意大利的负债率依旧遥遥领先，欧盟不少国家都被他借怕了，但又不敢不给。意大利的社会福利好吗？当然好。作为发达国家的牌面，借钱都得维持好福利体系。在意大利，从小学到大学学费全免，要是成绩好呢，每年还能领到一笔价值不菲的奖学金。看病有医疗保险，不用花1分钱；养老呢有养老保险，对老年生活有一份保障。失业了也能拿到一份失业金，保障你不会饿死。甚至要是没有工作，政府还会发700欧的无条件生活补助等。这样的补助只多不少，还有很多福利制度。意大利真是方方面面事无巨细的照顾着自己国民。但也就是这些福利养出来的却是一批社会巨婴，每天就待在这儿啃老。意大利经济疲惫，失业率高，年轻人根本找不到能养活自己的工作。而就是因为社会福利，有人发现累死累活的工作还没有其他人领的补助金多，那还干啥呀？直接摆烂。而且就凭父母的养老金，实际上也能养活自己。年轻人没有独立的经济实力也是原因之一。其次就是意大利过高的生活成本，想要在一线城市生活，随便一居室都得要900多欧。很多年轻人连平均水平的2000欧都达不到，就只能和父母生活在一起，减少衣食住行的支出。住着他们就能发现有免费的地方住，有父母照顾，甚至时不时还能从父母手中拿点零花钱，这日子过得多爽。那干嘛还要出去找什么工作呢？有研究说，如今 Z 时代的年轻人要到50岁才能实现独立，而50岁了还干嘛要独立呢？再啃个10几年不就能拿养老金了吗？好了，本期视频到这就结束了，麻烦各位看官用你发财的小手给来点赞关注呗，咱们下期再见。